史上曾有这样一架飞机在万里晴空下凭空消失，没有任何残骸，没有呼救信号，黑盒子失踪，整整37年。它居然出现在了距离这次航程300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国家的机场，并安全着陆。机上所有人都未曾变老，时间对于这架航班仿佛按下了暂停键。全部人员失联37年，很多乘客家属已经在焦急中去世。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好莱坞大片？然而，这个故事曾轰动全球，被称为航空史上最离奇的未解之谜——神秘的泛美航空914航班的传说。今天，狗丁猫将带你深入这个打破时间逻辑的谜团。穿越的航班究竟是时间旅行的铁证，还是精心策划的骗局？是隐藏的真相，还是一个全员造假的疯传的都市传说？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结尾的几个关键细节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整个事件的理解和认知。1955年7月2日，一个看似普通的夏日清晨，泛美航空914号航班，一架 Douglas DC-4客机，载着57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从纽约的爱德华尔德机场起飞，目的地是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本应是一次仅4小时的普通飞行。机长奥利弗·亨德森拥有超过15000小时的飞行经验，带领着机组人员，这架注册号为 N1919 的 DC-4飞机，当天已经通过了例行维护检查，被宣布试航。沿途天气预报晴朗，预计迈阿密全程晴空万里，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New York Center copies. Pan AM 914 is radar identified, climbing through 5,000 feet heading southbound. Clear direct to Miami via Airway Victor 3 at flight level 180. Expect further instructions on approach. Maintain VFR until established on airway. Report any deviations due to weather or equipment. Over. Miami Tower, roger. Pan AM 914 is in positive radar contact. Confirm flight plan received and squawk code set to 3245. No conflicting traffic along Victor 3 at this time. Keep us advised of any change in status. Over. Copy that. New York Center. 914 is maintaining current heading. No issues reported. Flight crew confirms onboard equipment is minimal. No DME, no onboard INS. Ground speed reading approximately 220 knots. Visibility clear. We'll hand off to Miami Center as scheduled. Over. Solid copy. Safe flight to Miami. Keep this frequency open for updates. New York Center out. 飞机于上午9点49分起飞，仅晚了7分钟。起飞后的第1个小时内一切正常。机长亨德森的最后一条例行无线电信息在上午10点57分发出，泛美914在1万英尺巡航，天气晴朗，预计下午1点45分抵达迈阿密。由于轻微逆风，略有延误。这条信息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即将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Pan AM 914, this is New York Center. Do you read me? Pan AM 914, radio check. Can you hear me? Pan AM 914, respond. Come on, this is New York Center calling Pan AM 914. You just disappeared from radar. Do you copy? Pan AM 914, radio check. Can you hear me? Pan AM 914, respond. Come on, this is New York Center calling Pan AM 914. You just disappeared from radar. Do you copy? 就在上午11点04分，管制员们注意到了一些诡异的事情。914号航班毫无预警地从雷达上彻底消失了。当天的管制员理查德·汉森迅速尝试重新建立联系，然而只有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应，没有求救信号，没有烟雾，没有碎片，仿佛一架载有63人的4引擎飞机在空中蒸发，凭空消失了。到中午时分，由于没有任何联系和雷达轨迹，美国民航局启动了大规模搜救行动。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出动飞机，在接下来的2周里，搜寻范围覆盖了超过54000平方英里的海洋和海岸线。然而，仍然一无所获，没有飞机残骸，没有油污，也没有收到紧急定位信号。
这种完全缺乏证据的情况让调查人员感到困惑。一架载有63人的飞机，难道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没有答案，914号航班很快加入了航空史上其他著名的谜团行列。又将来许多理论浮出水面，从合理的推测到高度离奇的猜想，都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一些人猜测是灾难性的机械故障，比如全面的电气系统失灵，导致飞机在大西洋上偏离航线，直到燃油耗尽坠海。如果坠入深海，确实能解释为什么没有找到残骸。另一些人则怀疑是蓄意破坏或敌对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冷战初期，甚至有人猜测914号航班被苏联秘密转移或击落，但这些说法都缺乏可靠证据。而最广为流传的莫过于与著名的百慕大三角的联系。尽管914号航班消失的区域在传统百慕大三角区域之外，但许多超自然现象爱好者后来仍然将其列入他们归因于超自然原因或外星人干预的神秘失踪事件清单，让故事的神秘感不断升级。然而，这个故事最令人震惊的部分发生在整整37年之后，时间来到了1992年5月21日，地点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国际机场。那天对空管员胡安德拉科特来说，和往常一样平淡无奇。他在塔台调度室中正常工作，突然，雷达屏幕上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光点，这既不是任何预定航班，系统里也没有这个飞机的任何信息。仅仅10分钟后，一架飞机赫然出现在了视野中，而这竟然是1950年代的 Douglas DC-4。最震撼的还在后面。当胡安尝试用无线电与该机联络时，对方的回答让整个控制塔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我们是泛美914航班，从纽约飞往迈阿密，请求降落许可。控制塔工作人员查阅了档案，惊恐地发现这个航班正是1955年消失的那一班。机长姓名奥利弗·亨德森也完全匹配，而此刻他就要在他们的跑道上降落。飞机安全着陆，外观斑驳老旧，满是尘土与锈迹，毫无现代导航设备。舱门缓缓打开，走下来的乘客仿佛从1955年直接穿越而来。女士们穿着50年代的裙子，复古的发型；男士们戴着毡帽，他们试图拿起自己的老式手提皮箱下机。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位女性怀里抱着的孩子看上去只有3岁，但如果按时间推算，这孩子如今应该已经40多岁了。而令人震撼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变老，看上去就像刚刚离开了地面几个小时，而不是37年。空管员胡安小心翼翼地告诉机长，现在是1992年。机长听后震惊万分，紧接着他竟然拒绝下机，迅速关闭舱门，不等塔台许可，就让飞机重新起飞，再次飞入蓝天。雷达上依然看不到这架飞机的任何踪影，原地只留下了一张从飞机上掉落的1955年日历。这个离奇的事件在1993年再度引爆全球媒体。美国一家八卦小报《美洲世界新闻》Weekly World News 刊登了爆炸性头条：1955年起飞的飞机降落在1992。报道宣称，飞行员与乘客已被美国政府带走调查，乘客看起来毫无老化迹象，仿佛只是飞行了几小时而已。配图中还有乘客穿着旧时代服饰，面露惶恐地走下飞机。甚至有所谓黑匣子录音在网络流传，但经过调查，这些录音并非真实来源。一时间，时间旅行、政府阴谋论的说法甚嚣尘上，甚至有传言称这架飞机被带到秘密军事基地，科学家对其进行时间与维度研究。然而，事实的真相远比故事本身要简单和令人失望得多。多家专业新闻网站与事实核查组织很快指出，所谓的914航班事件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构故事。首先，泛美航空的官方航班记录中根本没有914号航班的任何登记，1955年7月2日也并无纽约飞往迈阿密的失踪航班记录。其次，故事中提到的道格拉斯 DC-4 飞机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全部退役，不可能在1992年重新出现并执行飞行任务。最关键的证据是，整个事件的来源正是那家以虚构故事著称的美洲世界新闻。
该报历来编造奇闻异事，包括希拉里收养蝙蝠男孩、猫在太空殖民地被发现等离奇故事，其报道的真实性极低。故事中引用的所谓空管员胡安德拉科特，也被证实只是这家小报虚构的人物，没有任何官方记录支持其存在或证词。所谓的黑匣子录音也早已被证实是伪造的。所以，关于914航班穿越时空的惊人故事，仅仅是这家八卦小报为了销量而编造的世纪骗局，一个经典的都市传说。但这个故事当中提到了时空穿梭，就这一点而言，狗丁猫觉得它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生命力远超想象。为了让它看起来更真实、更具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故事还在不断的演变和升级。你看，在流传过程中，它甚至加入了所谓的解密文件和科学解释。比如，在一些版本中会提到202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上千页的机密文件，称其中包含场景项目 Project Longview 对不明飞行物的调查，甚至还有1962年雷达曾短暂接收到914航班信号的记录。一些版本还煞有介事地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量子信息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的报告，称他们用人工智能在旧雷达记录中发现了时间泡泡的模式，甚至提到飞机的指南针偏移符合时间泡泡的特征，以及驾驶舱材料老化程度与外部时间不符等科学证据。还有人会煞有介事地提到蓝色喷流这种罕见的高空电事件，以及天空之盾行动中的军事雷达实验，试图将这些真实存在的科学现象或历史事件与914航班的虚构故事强行联系起来，构建一个看似严谨的科学解释。甚至还有所谓的新幸存者证词，比如一位92岁的前空管员声称见过不寻常的光线，或者失踪乘客的孙辈拿出所谓秘密日记来佐证，甚至有前政府心理学家出来证实乘客没有产生幻觉。更有甚者，连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也被拉下水，在故事中被杜撰出了一份关于914航班经历真实时间相关事件的官方报告。然而，请注意，我之所以详细描述这些，不是为了证明故事的真实性，恰恰相反，这正是假新闻和都市传说最狡猾的策略。当一个简单的谎言难以站住脚时，它就会不断的自我完善、自我升级，披上科学外衣、官方背书，甚至证人证词的外壳，来增强其迷惑性。但其本质依然是虚构。所有这些所谓的新发现、新证据，都同样来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或虚构创作。到这里，关于914航班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精心编造的世纪骗局。但是，看进度条你也知道，狗丁猫的节目不会在这里结束。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将被说到：为什么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能骗到全世界？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个最大胆、最浪漫的幻想——穿越时空。那么，抛开914这个虚构的故事，在真实严谨的物理学世界里，穿越时空或者说空间的捷径，真的有任何存在的可能性吗？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加奇妙。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叫爱因斯坦的男人和他的幽灵搭档说起。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35年7月，在高级研究院中，爱因斯坦与物理学家内森·罗森合作，提出了一项开创性的设想。他们得出结论：相对论不仅允许时间与空间的弯曲，甚至可能存在捷径穿越时空。这种假想的通道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我们更熟知的名称是虫洞。虫洞可以连接宇宙中两个遥远的点，理论上让我们得以瞬间穿越至宇宙最深处的星系。你可以把虫洞想象成一张纸，如果把纸折弯，再在两个点打孔并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条从 A 点到 B 点的捷径。这就是虫洞的基本概念。从地球到最近的恒星系统，距离约为 4.2 光年。也就是说，哪怕以光速行进，也需要整整 4.2 年才能抵达。而实现这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虫洞几乎是唯一的理论选项。然而，尽管虫洞带来了令人着迷的可能性，要想真正实现这种旅行，技术门槛却高得令人绝望。有科学家估算，
制造一条可通行的虫洞，所需的能量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所有技术的总和。有理论指出，所谓的奇异物质可能是开启虫洞之门的关键。想要维持一个虫洞，你需要一种质量为负的物质，而我们目前所知的所有物质质量都是正的。我们称这种尚未被发现的东西为奇异物质，这并不是说它不可能存在，只是我们还未找到罢了。关键问题在于它所需要的能量实在太庞大。想象一下，如果把木星的所有质量都转化成能量，才能勉强满足制造虫洞的最低要求，这比任何一颗核弹释放的能量还要多出数百万倍。尽管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距离制造虫洞还遥遥无期，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但也有理论认为这些宇宙捷径或许早已存在。1991年，范德堡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提出，宇宙大爆炸除了创造时空本身，也可能在混乱之中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原始虫洞。在宇宙刚诞生的那一刻，时空本身正在猛烈地膨胀、压缩、拉扯。如果当时存在一座如喜马拉雅山那样巨大而密集的物体，它可能使周围的时空极度弯曲，最终自身被压进了一个虫洞之中。这意味着可能存在极其微小、仅原子大小的微型虫洞。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虫洞，就有可能将它们拉伸、放大，从而打造出可以通过的虫洞。研究指出，自宇宙大爆炸以来，时空始终处于持续膨胀中。这种膨胀也会拉伸原本极小的虫洞，使它们变得更大，甚至可通行。那么，如果虫洞真的在宇宙诞生初期就已形成，会不会正如某些古代宇航员理论学者所言，那些遥远星系的智慧生命早已利用虫洞抵达地球？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被明确辟谣的故事却能流传半个多世纪，甚至在互联网时代依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人类对未知的天然渴望，从古至今，人类对神秘超自然现象的探索从未停止。时间旅行、平行宇宙，这些都是引人入胜的科幻题材。914航班的故事完美契合了这种对突破现实、探索未知的深层渴望。都市传说的魅力，它像一个现代的民间故事，通过口耳相传、媒体转载而不断演变。格雷姆·霍奇斯曾说，914号航班是航空史上完美的谜团之一。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确实发生了某些事情，但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切说明那是什么。这是神话滋生的完美土壤。尽管他所说的证据是指那些虚构的细节，但这恰恰描绘了都市传说得以滋生的土壤。对权威的质疑与阴谋论，故事中政府的沉默、秘密研究，迎合了部分人对政府或权威机构不信任的心理。这种被掩盖的真相的叙事，往往更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让他们觉得真相就在被隐藏的背后。信息传播的陷阱，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普及，真假信息的边界变得模糊。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无论真假，都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许多人只看到故事的表象，而很少去追溯其源头或进行事实核查，更不会去辨别那些升级版的虚假信息。泛美914航班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失踪飞机的传说，它背后潜藏着人们对时空穿梭的渴望，人们的求知欲和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探索，穿越时空贯穿着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那么，在了解了914航班的真相和虫洞的科学猜想后，你对时空穿越有了怎样的看法？你认为人类的未来有没有可能真的利用虫洞进行星际旅行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分享你是否曾经被这个故事所迷惑，或者你还知道哪些类似的都市传说？你的每一次思考和分享都是对真相的捍卫。很感谢你可以听狗丁猫讲完这一期的节目。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启发，别忘了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狗丁猫，打开小铃铛，我将持续为你揭开历史背后的谜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